上回说到，贝吉塔自爆试图与布欧同归于尽，万万没想到布欧简直等于不死之身，被炸成了肉末还能复原。贝吉塔白白牺牲，地球陷入空前劫难之中。就在短笛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悟空终于平安归来。只是不知道悟空还能在阳间停留多久，他是否会有办法对付布欧？短笛向悟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悟空表示震惊，没想到自己的好基友贝吉塔都被打败了，岂有此理！短笛认为布欧的强大并非剑王神夸大其词，必须将其抹杀，否则不止地球，宇宙里的所有生物恐怕也全部会消失。柯林看见悟空在，心里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他认为悟空是战无不胜的，能打败布欧的只有悟空。可惜悟空只能在阳间停留1天。悟空打断了克林，没用的，我打不倒他，布欧不是我能对付的。贝吉塔与我实力不相上下，贝吉塔牺牲了都对付不了布欧，所以你懂的。克林有些失望。悟空话锋一转，只要贝吉塔或者悟饭有一个人活着，或许还有一丝胜算。因为悟空知晓一种可以迅速提升战力的方法——合体。悟空在地府的时候和一个梅塔模型人学习了合体术，只要有2个力量、身材都非常相近的人，就可以进行合体。当2个人合为一体的时候，原本各自独立所拥有的力量会成为融合而成的新人，拥有更大的力量。合体相比于纳美克星人的同化力量更强。教给悟空合体术的是2个梅塔模型人，原本只是力量微不足道的2人，合体之后就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如果悟饭或贝吉塔有一个人活着，就可以与自己进行合体，变成超强的战士，这样也许可以和布欧一决高下。可是悟空在阳间只有1天的时间，自己学习这个合体术的时候用了足足1个星期的时间。如此来看，就算贝吉塔和悟饭活着，也未必有充裕的时间让他们掌握合体术。而且就算自己能把这个技术交给别人，自己从来没有试过，地府里找不到实力与自己相当的人，所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大聪明克林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等悟空回去地府，应该能碰见贝吉塔或者悟饭，到时候再和他们合体就可以了。短笛打断了克林的天马行空，你可真是大聪明。悟空能回阳间是特批的，悟空再回去地府的话就不能回来了，悟饭和贝吉塔也不能回到阳间，合体了也没用。一直默不作声的波波突然开口，他告诉大家，正在屋里熟睡的雾天和特南克斯刚好身材和力量都差不多，他们可以进行合体啊！悟空听完喜出望外，这个方法完全行得通。自己在回地府之前，可以尽自己所能传授他们合体之术，然后由短笛训练他们就可以了。雅木茶这边，一行人集齐了7颗龙珠后，回到布马家唤出了神龙。雅木茶许愿，让这1天里所有被杀的人都复活，坏人除外。神龙还是很靠谱的，完全能分得出好人坏人，很快就实现了第1个愿望。被复活的不光有贝吉塔杀死的那些群众，还有被达普拉杀死的杰比特。神龙被召唤的时候，整个地球的天空都黑了下来。天神殿上的悟空等人发觉到事情不太对劲儿，因为布马等人并不知道地球马上就要经历一场大劫难，就算许愿让所有人复活，他们还是会被布欧杀死，地球也会被毁灭。而且龙珠经过丹迪改良，可以许3个愿望。如果3个愿望都用完的话，再启用龙珠只能等1年之后了。事不宜迟，应该赶快阻止布马等人许愿。悟空顺着布马的气，用瞬间移动找了过来，可是还是晚了一步。雅木茶已经许完了第1个愿望，如果现在终止许愿的话，剩下2个愿望将会被保留。龙珠在4个月以后就可以重新使用了。悟空赶忙向神龙 say goodbye， 把神龙打发掉。他向众人简单的说明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准备带着大家去天神殿避难。布马的妈妈永远都是一副看破生死的样子，他和布马的父亲决定留下来照顾家里的动物们，反正就算死了也能用龙珠复活。就这样，除了布马的父母，大家都随悟空去往天神殿。琪琪时刻惦记着儿子，刚到天神殿就询问悟饭和悟天的下落。布马也私下寻找自己的老公和儿子。短笛等人低下头沉默不语。克林战战兢兢，他可不敢将他死了儿子和老公的丧报说出来，否则下一个死的有可能就是自己。悟空沉下脸，反正早晚都要说出来，既然别人不说，那就由自己来说吧。特南克斯和悟天没事，悟饭和贝吉塔已经死了。奇迹布马和比迪利大受打击，当然奇迹打击是最大的。7年前他经历了老公战死，这一次又经历了儿子战死。别人都是否极泰来，奇迹一直是太极否来，就没有让他开心的时候。杰比特复活后私下寻找剑王神，剑王神并没有死，而是受了重伤。他此刻正艰难地蹒跚而行，目的就是要找到悟饭，然后保他一命。剑王神知晓悟饭的强大，自己算是废了，有希望打败布欧的悟饭算其中一个。杰比特感受到了剑王神微弱的气息，立刻找了过去。在一个山谷里，杰比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剑王神，杰比特用能力治愈了剑王神身上的伤。剑王神满状态复活，立刻带着杰比特去找悟饭。
布欧强大的气息引起了杰比特的担忧，这样下去，宇宙的生物恐怕都没有安生的日子了。健忘神脸上没有了之前的担忧惊恐，因为他在悟饭的身上看到了希望。悟饭身上的力量也许可以和布欧抗衡。杰比特没有看到超级赛亚人的力量，他不敢相信悟饭会那么强大。健忘神与杰比特来到一片丛林，在这里找到了气息非常微弱的悟饭。好在悟饭还尚存一口气，杰比特准备动手替悟饭恢复生命力，健忘神拦住他。为了让悟饭能够再一次提升力量，健忘神决定打破规则，破例将悟饭带进大界王都无法踏足的圣地界王神界。杰比特想不到界王神居然对悟饭如此重视，不敢耽搁，立刻带着两人传送回了界王神界。回到界王神界，杰比特恢复了悟饭的能量，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茫然的地球人，杰比特道出了心中的疑惑。界王神界连大界王和界王都不能进入，他不明白为何界王神会带悟饭到这里。界王神看到精神抖擞的悟饭，眼睛都亮了。我要用界王神剑来打倒布欧，我想悟饭他一定能够使用那把剑。杰比特听完直呼不可能，不要说自己了，就连好几个界王神大人都无法操控那把剑，更别说区区一个人类。界王神对悟饭充满信心，而且来都来了，试一把又不用花钱。悟饭跟随界王神和杰比特来到一个空地，这里耸立着一个个高高的石块，石块上面插着一把剑，正是界王神剑。界王神鼓励悟饭尝试将界王神剑拔出来，就他本人所知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这把剑拔出来。悟饭蹲下来，左瞧瞧右看看，这把剑看上去很普通，没什么稀奇的，竟然无人可以将其拔起。你以为这是雷神之锤吗？布欧没有如巴菲迪所愿四处杀人放火毁灭世界，他先是在游乐场里转悠了一圈，玩够了之后进入城市，无视巴菲迪的命令，径直走进一家甜品店，抢劫了店里所有的甜品蛋糕。吃光了店里的甜品，布欧还觉得不过瘾，顺着甜品的香味撞破了墙壁，来到隔壁的甜品制作工厂，直接将制作机器调到最大功率，自己站在传送带尽头，张开嘴巴等着蛋糕送进来。布欧敞开肚子大吃特吃，巴菲迪可惨了，被甜品店的长腿服务员拦下来数落一通。巴菲迪十分不爽，你敢这么对我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长腿服务员直接开怼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？难道你爸没告诉你？甭管是谁，赶快赔钱！说完，服务员抓起巴菲迪的斗篷，带他玩了一把过山车。巴菲迪情急之下用魔法消除了长腿服务员。此时，警察已经包围了甜品店，布欧出手打伤其中一名警员，其他人立刻开枪射击。当然，子弹对布欧是无效的，布欧用气功波摧毁了警车，警察们四处逃散。天神殿，悟空正准备交出特南克斯和悟天合体之术，巴菲迪用魔法向全地球所有人进行心灵通话。他向全世界发布了终极江湖击杀令，追杀短笛、特南克斯、悟天。如果这三个人不主动出来送死，地球上的人就会被慢慢杀死。在心灵感应的影像中，布欧用魔法将一整个城市的人举向天空，接着把这些人变成了糖果，一口气将这些糖果全部吸进嘴巴里当零食吃了。吃光了人类，布欧又喷出口气，将整座城市变为废墟。虽然没有砍头砍手的虐杀血腥场面，但布欧将人命随意玩弄的做法，依然让悟空等人咬牙切齿，干掉布欧刻不容缓。巴菲迪的江湖击杀令引起了地球人极大的恐慌，人们互相打探情报。如果没有危及自己的生命，这三个人是谁并不重要，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。但是，一旦涉及自己的性命，这三个人就是地球公敌，是整个宇宙最卑劣的敌人。巴菲迪的江湖击杀令刚发布出去，没过多久，就有人与巴菲迪取得联系。首先联系上他的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工作人员。从照片上，工作人员认出了三人，他向巴菲迪提供了三人的姓名。巴菲迪表示：“我要姓名有个屁用，我又不能去公安系统调他们的信息，我需要详细地址。”得知工作人员并不知晓这三人的详细地址，巴菲迪远程施法爆了工作人员的脑袋。如果你们不想和他的下场一样，就不要给我提供繁琐的情报，我很忙，地球上几十亿口人等着我去消灭呢。巴菲迪与布欧赶去下一个城市搞破坏，他计划5天之内就让地球上所有的城市消失，变成一堆堆废墟瓦砾。短笛忍无可忍，他决定先站出来投降。悟空厉声斥责短笛愚蠢，如果短笛死了，就没有人会训练悟天和特南克斯合体术了。被杀的人和被摧毁的城市可以用龙珠复活，但如果不能合体，就永远也无法打败布欧。不管你怎么做，他们都一定会把地球消灭的。悟空的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，短笛在众人的劝说下决定暂时忍一忍。此时，特南克斯和悟天已经醒了过来。悟空与短笛将贝吉塔和悟饭遇难的消息告知两人。特南克斯和悟天听后放声大哭，哄都哄不住。不要哭了，
如果你们不甘心，就快点学一些新的招式，为他们报仇，知道了吗？也许会很辛苦，但巴菲迪随时都会找到这里，我们应该立刻展开修行。悟空的话让两个活宝很快就稳定了情绪，他们强忍着眼泪与悟空展开了修行。同一时间，悟饭也在尝试拔出传说中的界王神之剑。合体术与界王神之剑到底能不能打倒布欧呢？一切尚且未知，但一切都有了希望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收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